从侯府摆烂少夫人到权倾朝野的后妃官眷，穿越三姐妹不屑宫斗，拒绝互撕，搞革新，守深情。且看飒爽闺蜜团不改沙雕本色，谈笑间赢定天下。你们一个出征在外，一个体弱多病，一个心智不全，知道我们刚穿过来时有多兴奋，不是有多担忧吗？兴奋，夫人，话别总是只说一半，告诉我你有多兴奋。口误，都是口误。夫君长得这么帅，初见你时我眼睛都看直了，怎么会舍得你真生病呢？这我作证，冉姐还说过可以给你的小妾伺候月子。哦，我竟不知夫人如此大度，不然……你敢？慕云熙，你要是敢纳妾，你就死定了。大哥已经明文下旨，大安朝从此不许纳妾。知道了，快坐下，当心动了胎气。这妮子逗一逗她就当真了，看来是孕期多思，以后不能拿这样的事跟她玩笑了。对了，你颁布这旨意，外头的百姓没有暴动吧？一夫一妻制得罪的只会是世家大族，于百姓而言反而是件大好事，他们又怎么会暴动呢？也是，自古也只有世家大族才能养得起小妾。皇上，外头来了好些大臣，说是有要事启奏。要事？快去吧，天选打工人，在你们那儿是这么形容的，没错吧？形容得很贴切。行吧，这火……对，是叫火锅吧？给朕留点，一会儿回来再吃。知道了。你们说这新朝出力，大臣们会有什么要事？估计又是大臣们为了这事儿闹起来了呗。有大哥顶着，咱们就别管了。汤滚了，赶紧下肉。我调了好久的秘制底料，保证跟咱们从前吃的火锅一模一样。真的吗？那我就不客气了。要是真好吃，立马在全国开连锁店，名字我都想好了，就叫嗨皮捞。有创意。不过你们夫妻俩能不能悠着点儿？云奇本就是大安朝首富，再加上你这个工商管理学硕士，你们这是想把全天下的钱都赚走不成？好歹得给百姓和商贾们留条活路。这个殷姐放心，我和夫君早有计策。这火锅真香。诸位大臣，有何事启奏啊？启禀皇上，我等都是为了皇上新颁布的诏令而来，一夫一妻制实在儿戏，于江山社稷不利啊，还请皇上收回成命。于江山社稷不利，朕看是对赵大人不利吧？微臣不敢，只是自诏令颁布以来，民间多有微词，且不少士族子弟家中姬妾甚多，若都遣散了，怕是会断了这些女子的活路。这倒是个问题，不过这群老匹夫显然没说真话，只是拿女子出来挡枪而已。那依赵大人所言，只需想法子妥善安排这些女子，此问题便可迎刃而解了。皇上，还不止于此，此举纵使民间可行，但为了江山社稷打算，皇上您的后宫也不可一直空室啊。后宫里不是住着一位皇后吗？终于说到关键问题了。这些老匹夫见我刚刚登基，怕是早打算好将自己女儿送进宫了。此举打乱了他们的计划，不怪他们会跳出来阻拦。皇上，您是封了皇后不错，可老臣听闻您与皇后娘娘一直分殿别居，您从未在皇后宫里留宿过一次。这群老匹夫怎么什么都管？我那是……行了，朕与皇后何时同房，还轮不到你们侧奏。况且朕如今才不过30，皇嗣之事不着急，没什么事，都先退下吧。可是，皇上，退下。是，臣等告退。你是说有人拿大哥和殷姐分殿别居的事逼迫大哥选妃？不过大哥严词拒绝了。唉，你说大哥和殷姐都是这么好的人，怎么就不来电呢？两个过于理智的脑子，很难靠着一朝一夕就擦出火花。不过大哥对大嫂绝对不只是单纯的利用，最起码，大嫂是大哥这些年里唯一肯主动接近的女子，他似乎十分欣赏她。欣赏有什么用？又不是爱。不过我看殷姐对大哥也一直淡淡的。以前我不理解夫妻如何能做到相敬如宾，现在算是亲眼见证了。大约每对夫妻都有自己独特的相处方式，毕竟不是所有人都和我的欣然一样会主动生扑。你说谁主动了？你要是不愿意，可以继续装晕啊。我求之不得。慕云熙，你耍流氓！
王爷，您又要用凉水沐浴？废什么话！快去，动作清闲，吵醒了王妃，拿你试问。是。吃那药汤时，每日洗冷水澡，如今不必装病了，还得洗冷水澡。成婚数月，就吃到那么一次，躺在怀里却不能碰，我似乎比大哥还惨。这么无聊，又来扰人清梦。二哥，你跟二嫂这么睡一起去的？你问的什么话？云起，你那夫人莫不是也不让你碰？阿瑶害羞，连床都不让我睡。唉，我现在整日打地铺，睡得骨头疼。还是二哥你好啊，二嫂连身孕都有了，所以我今夜是专程来讨教经验的。经验？这个嘛，这你算问对人了。你是不知道，你二嫂如今离了我便睡不着，粘人的很。所以呢，我要怎么做才能让阿瑶接受我？至少别让我再睡地上了。让我想想，你要先展现人格魅力，将你的优势展露给他看。他若是倾慕于你，自然会主动靠近。有道理，那我明白了，谢谢二哥，我先走一步。这就走了？我还没编完呢。算了，让这小子试试看吧。还真是难兄难弟啊。皇上，您今夜还宿在御书房吗？去皇后宫里。是，摆驾凤仪宫。皇后娘娘，皇上来了。这么晚了，他来做什么？罢了，正好我也有事要与他商议。吩咐下去，将西王妃备好的火锅盛上来。是。臣妾参见皇上。茵茵与我是夫妻，不必如此客气。您是皇上，臣妾与您不过利益相关，客气些也是应该的。你其实不必分得如此清楚。你看二弟、三弟与他们的夫人，便不会如此生分。他们那是遇到真爱了，我跟你又不是。算了，还是聊正事吧。皇上，您既然来了，臣妾恰好有一事想与您商议。何事？快喝点水解解辣。朕没事，你刚才说有何事要商议？是关于开办女学与选拔女官的事，臣妾想着宜早不宜迟。仅仅是推行一夫一妻，大臣们便想尽办法阻挠。这开办女学与选拔女官的事，想必也很难顺利推进。可他为何又说宜早不宜迟？如今推行一夫一妻制，世家商贾家里必定会遣散大批姬妾。臣妾想，这些人的安置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没错，这也是朕所烦忧的事。只是这与你刚才说的两件事又有何关联？自然有关联。想要在大安推行一夫一妻制，并非容易之事，既不能操之过急，更不能一刀切，最好留有余地。留有余地？怎么个留法？只要是已经娶进门的姬妾，想继续留下的可以留下，但若是愿意求去的，可由朝廷出资，让他们有机会去上女学，学成后可参加女官选拔。擅长经商的也可由朝廷扶持经商。试想一下，若是这些人里真考出来一两个女官，或是冒出一两个富商，到时不必律发规训，他们也知道该如何选择。不错，这样一来，的确可以减少民怨，让诏令顺利推行。原本的三桩难题也巧妙地互相消解。是个好主意。不过我有些好奇，这是从你的那个世界见的经验吗？我的那个世界可无需这样的经验。有位伟人说过，妇女能顶半边天。在我们那里，原来他们来自那样一个世界，真是有趣。他也确实足够聪明。这么傻看着我做什么？没什么，只是为你的世界所惊叹。可以再给我讲讲吗？当然，多给他讲讲什么叫男女平等，就当是洗脑了，方便以后更多利民政策的推行。竟就这样与他聊了一整夜，这四舍五入也算是留宿了吧。现在看那些老匹夫还有什么话说。吩咐下去，闭门谢客，让皇后多睡会儿。是。
闭门谢客，殷姐连我也不见吗？是皇上吩咐的。皇上？什么情况？皇上昨夜留宿了，皇后娘娘现在还睡着呢。你说什么？他们这匪夷所思啊！都大中午了还睡着，这么激烈吗？臭阿瑶，一大早就被慕云起带去看什么商业版剧和店面营收去了，害得我这么大的八卦没人分享。不行，再不找个人八卦一下，我会憋死的。对了，可以找祖母，祖母知道了肯定高兴。祖母，天大的好消息！欣然，你慢点跑，你这孩子什么事高兴成这样？祖母，大哥昨夜在大嫂房里留宿了。留宿便留宿吧，他们是夫妻，迟早的事。啊，祖母，你都不激动吗？我可是刚听到消息就跑来告诉你了。激动，能不激动吗？不过这些日子你们闹出来的事儿，哪一件不够祖母激动的？所以祖母这是免疫了？那完了，我非得憋死不可。阿瑶，你在哪儿？我需要你。怎么样？这京城700多处铺面都是我的产业，你夫君够厉害吧？厉害，不过你这组织架构和员工福利有问题，回去我给你调整调整。啊，就这，你不仰慕我吗？仰慕？夫君确实很厉害，不过做生意嘛，一定要戒骄戒躁，不可盲目自信。这怎么跟二哥说的不一样啊？阿瑶反倒开始说教起我来了，难道是我生意做的还不够大？夫君，你在想什么呢？你还有别的营生吗？咱们再去看看。逛了一天，你不累吗？不累啊，我还想去找几间店面呢，争取早日把火锅店开起来。那好吧，我陪你去找。银子拿好，我们过几日派人来装点铺面。是，两位慢走。铺面找好，现在可开心了？开心，冉姐说的没错，银子真是个好东西。只要你高兴，花多少银子都行。夫君最好了。阿瑶主动亲我了。夫君，你愣着做什么？快走呀！哦，好。这是出什么事了？过去看看。陛下有旨，为广纳贤才，倡男女平等之风，即日起于全国设立官办女学，遍招女子入学读书，习文墨，通事理，明法度。同时开女官遴选之制，则才德兼备者入朝，与男官同奉礼事。老天爷，真的开女学了，咱们女子也能光明正大进学堂读书了。我们也能上学，也能像公子们一样读书写字，说不定还能入宫当女官，不靠父兄，不靠夫家，自己挣一份体面。荒唐！女子本该深居简出，相夫教子，如今抛头露面，读书都官，简直是礼崩乐坏，成何体统？我看皇上是被妖后迷惑，连纲常都不顾了。你胡说八道！什么妖后？女子就不能有出息了？你不是女子生的吗？朝廷都下了圣旨，轮得到你这老匹夫说三道四？薛统领，愣着做什么？大庭广众如此诋毁皇上皇后，还不将他们抓起来？启王爷，卑职参见王爷王妃，快将他们几个闹事的通通抓起来！是，放开我！启王爷，这就是富甲天下的七公子，启王爷。草民见过王爷，见过王妃。皇兄的旨意开历史之先河，势必会有保守派反对，但请百姓们相信，皇兄皇嫂立志做明君贤后，如今所有举措都是为了开创一个全新的大安盛世，让天下百姓都过上好日子。没错，皇后娘娘才不是什么妖后，她是世界上最好最好的人，终有一天，天下女子都会将她看作榜样。民女相信皇后娘娘，民女当初被强抢进赵财主府上做妾，日日受大夫人搓磨，身上没一块好皮。如今多亏了皇后娘娘才得以脱身，民女要做第一个报名女学的人。想过这些举措会招来反对，没想到竟然有人公然指责殷姐是妖后，真是气死我了。好了，不气，我方才已经命人将他们都送到官府去了，有这几个人作为前车之鉴，之后反对的声音也会小一些。希望如此吧。王爷王妃，
求王爷王妃救命！你是什么人？有何冤屈要诉？民女陈兰，我姐姐陈曦是京兆府张大人的小妾。自诏令颁布以来，姐姐多次求张大人放她离开，可张大人仗着权势不肯放人，还将她毒打一顿，关在内院，说她这辈子也别想脱身。我姐姐好不容易才将消息送出来，还请王爷王妃救救姐姐。你先起来，有话慢慢说。京兆府，那不是京城的父母官？不错，这位张大人胆子不小，敢在皇兄眼皮子底下还公然抗旨。想来整个大安朝像他这样的人不在少数。他们以为只要将小妾们藏在内院，便神不知鬼不觉。哼，异想天开！你打算怎么做？这京城何处没有我的眼线？他们既想藏，那我就陪他们玩一玩这猫抓老鼠的游戏。鬼影，王爷，带人去给本王好好的搜。那些小妾若是自愿留下，便暂且不管；但若是想走却被阻拦，掘地3尺也给我找出来。是。夫君威武霸气，给夫君疯狂打 call， 疯狂举大旗。打 call？ 这又是什么稀奇古怪的词汇？这就是二哥说的仰慕吗？二嫂看起来确实很仰慕二哥。早知道刚才的台词应该换我来说的。我虽做不到像二哥一样潜入那些人的府邸，但银子可以，那样阿瑶一定也会仰慕我的。不行，我不能输给二哥，明天就命人去办。皇上，这都是大臣们今日送上来的奏折。这么多，是京中有什么大事发生？奴才不知。我的2个好弟弟还真会替朕分忧啊！定是云溪命人把京中大臣富商的府邸翻了个遍，云起又花大把银子收买官员，这才能撬动这么多官员互相检举。也好，去把吏部尚书找来，这官场也该清扫一遍了。英姐，休息的怎么样？我给你炖了燕窝，喝点补补。休息。我也给你调了奶茶，纯天然无添加，正好替我把关，看能不能把奶茶店也开起来。你们俩都这么闲吗？我可是听说你俩的夫君都快忙疯了。是吗？我只知道慕云起一早就出门了，也不知道去干什么。先不管了，快帮我尝尝奶茶。我准备在每间火锅店对面都开间奶茶店，捆绑营销。味道确实不错，可惜这炎炎夏日不加冰的话，口感不太好。对哦，可是这古代的冰块都是靠冬天从湖面取回来埋在地下，夏天再拿出来用的，成本高不说，卫生也不达标。英姐，你这么厉害，能不能造个冰箱？我读的是军工大学，不是化工大学，况且造冰箱的话还得发电。不过在古代想要制冰，还有一个低成本的方法。什么办法？用硝石，这东西成本低，还可以循环使用，你大可试试看。硝石？知道了，我现在就去弄。阿瑶跟你待久了，也变成风一样的女子了。她这是找到了自己的兴趣。现代那么多好吃好玩的东西，随便搬几样过来都可以掀起热潮。也是。对了，你最近还恶心吗？怀孕3个月，应该稳定了吧？还行吧，早起有些难受，现在没事了。英姐，你说就古代这医疗条件，我到时候难产怎么办？哪有这样咒自己的？咱们都穿越了，没有系统，总该有气运加成，你一定会平平安安生下孩子的。不过你这倒提醒我了，你手握现代医疗技术，不打算像易遥一样发光发热吗？有道理，朝廷不是刚开办女学吗？除了读书识字，入仕当官，做个女医也是一条出路。天下女子这么多，大夫却大多都是男的，女子的一些隐疾压根没人在意，也不好意思让男医诊治，所以我决定了，我要把现代医疗教会他们。这2日我一直在拟定女学课程，除了基本的读书识字，再加入营商管理、医疗卫生、农耕改良和科学发明。医疗卫生部分的课本就交给你去编写了，阿瑶和慕云起负责营商管理，其他2种我来搞定。听起来貌似很不错，不过我觉得这些课程不像是女学专属的，像是人人都能学的，倒不如直接全面放开，不管男女都能学。长远打算自然是要全面放开，但眼下嘛，它就只能叫女学。欣然，咱们之所以能放开手脚去做，除了穆家兄弟在背后支持，还因为咱们站得够高，拥有了话语权。试想一下，第一批女子学员学成之后会发生什么？让我想想，这些人有一部分会留下来，接替我们成为老师，拥有关于这些技术的最高话语权；另一部分人会做官，会成为富商，
或是在其他方面获得成就。不错，想要实现真正的男女平等，第一步就是要让一部分女人站到高处，和男人们拥有同样的话语权。自然，这还只是原因之一，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，将来的某一天，你会知道的。英姐，你真是个天才，天下女子都该感谢你。天才，不错，他的确是天才。怎么回事？我的心跳得好快。阿瑶，你这是在做什么？治兵呀，这叫消食治兵法，英姐教我的。消食治兵，真这么神奇吗？咱们可以试试看。成了，真的成了！云起他们在做什么呢？这么大动静。这俩人小孩一样的心性，肯定又是在研究什么小玩意儿呢。说起来，他俩还真般配，我都有点磕他们了。磕？就是喜欢看他们在一起的意思。有共同的兴趣就是好，聊天也特别有意思，还不会无聊。所以，欣然是觉得跟我在一起无聊吗？我虽有个神医师傅，却只跟他学了武功，半点医术也不会。要不我也去找师傅学点医术？你要学医术？小时候用鞭子抽你都不肯学，现在想学了？气多不压身嘛。这是你的台词吗？你就说。不对劲，很不对劲。师傅，你这么看着我做什么？我脑袋上有树叶？我脑袋上才有树叶，不是，这不是重点。快说，你究竟为什么突然想学医术了？其实我是听说皇嫂想在女学课程中加入医术，我闲着没事，去当个老师，算是为皇兄分忧吧。女学还有多久就要开课了？你现在学个半吊子去开课，岂不是误人子弟？罢了，全当是我这做师傅的舍生取义了。我亲自去教行了吧？啊，这行吧？看样子是没放学了。喜欢一个女子，想要投其所好，怎么这么难啊？比江湖厮杀难太多了。夫君，你怎么了？感冒了吗？好像是有点儿，我这身体竟然也会感冒。你肯定是因为每天睡地上染了寒气，看样子不能再让你睡地上了。啊？所以呢？他终于肯答应让我睡床了，我终于可以抱着媳妇儿睡觉了。夫君，你说……你有什么话直接说出来，不必害羞，毕竟我们是夫妻嘛。害羞？我没有害羞啊，我是想说你不能再睡地上了。说下去。你说咱们把这大床改成2张单人床怎么样？这样睡觉的时候一转头就能看到对方，晚上聊天也方便。家人们谁懂啊？我跟他到底谁才是故人？你们俩怎么都垂头丧气的？穆家破产了，还是江湖上有人要造反？大哥，我真羡慕你，心中没有人，拔剑自然神。大哥，我也羡慕你，铁石心肠，不用吃情爱的苦。我怀疑这两小子在阴阳我。好了，正经一点。雁门闹了旱灾，如今朝中事忙，我实在抽不出人手派去赈灾。你们俩谁能代劳？花银子的事，云起比较合适。再说欣然怀孕了，我不便长时间离京。我就知道。云起，你怎么说？银子不是问题，赈灾的事儿可以交给我，不过我得带上阿瑶一起去。张口闭口都是自家夫人，这俩弟弟没救了。行吧，这都是小事，你自己决定。另外，这几日朝中大臣被我换的换，贬的贬，岗位空缺严重，要尽快把今年的科举提上日程了。云溪，知道了，这事儿交给我去办。这果子真酸，我拿走了。欣然最近爱吃酸的。滚滚滚！一个个的为情所困，有什么出息？皇上，皇后娘娘说备了新茶，有事要与您商谈。茵茵这时候找我，朕知道了。我这可不是期待见他，就是想听听他还有什么利国利民的好主意。皇上请坐。听说你有要事与我商议。不错，我听闻雁门闹了旱灾。你这消息倒是灵通，不过我已经派云起去赈灾了，明日出发。我今天想说的不是如何赈灾的事，
云起资产雄厚，确实能为大安托底，但大安农耕过于落后，无论是分发钱财还是粮食，都只是治标不治本。若是哪一年灾荒面积过大，将全国的粮食均匀分配也不够吃，那又该怎么办？你说这事还真发生过。当年父亲带着我去赈灾，那饿殍遍野的场面，如今想起来还心惊肉跳。是啊，如果粮食的收成全看天意，那样的场面必定还会发生。所以我想跟皇上要一些良田，将我的那个世界先进的农耕技术带到大安，到时百姓们便再也不必挨饿了。你继续说下去。好，在我们那有一种叫做杂交水稻的技术。这一夜，我再次被深深震撼，心底那钢城瞬间失衡，甚至无数次追问自己：我慕云端当真配得上这样的女子吗？英姐，你真打算出宫来住？杂交水稻不是短时间能培育出来的，只有住在田地边上，日日观测，才能确保一次成功。可是你是皇后，住在宫外是不是太奇怪了？我心意已决。皇后娘娘，大消息！什么大消息？皇上命人把后宫西侧全夷平了，说是要给皇后娘娘用作试验田。你说什么？这是有些人不舍得你离宫呢。英姐，看样子你们发展的很顺利呀。什么发展不发展的？他估计还是怕我跑了。行，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吧。易遥和慕云起吃过午饭就要走了，咱们一起去送送他们。走吧。易遥，路上保重，早些回来。知道了，英姐、冉姐，那我们先走啦。再见。再见。阿瑶，你带这么多书做什么？这不是书，是我拟好的合同。等赈灾的事宜结束，咱们可以在沿途把加盟店开起来。加盟店？对啊，火锅店和奶茶店呀。我怎么没发现你竟是个小财迷呀？连路上也不忘做生意。那你可小看我了吧？我答应过英姐的，咱们走到哪个地方，就要带动哪个地方的经济发展。只有百姓富裕了，大安才能繁荣昌盛啊。这就是女子读书的力量吗？她看起来这样娇小柔弱，心中却有丘壑。看样子，推行男女平等是最正确的决定。大哥一定也是发现了大嫂身上的闪光点，才会愿意听从她的意见。报名人数出来了吗？回皇后娘娘，京中一共有127名女子报名女学，其中大半都是被遣散的姬妾。才这么点人，还都是走投无路的姬妾。其他人呢？据我所知，京城可是有数万适龄女子。奴婢不知。那些思想早已根深蒂固，要不是被逼上绝路，单是得到他们的家人支持，都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。更何况，许多女子自己也未必能有觉悟。也罢，那我就再把最后的筹码压上去。若是再吸引不来人，这100多名女子也够了。我相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。你说什么？皇后娘娘和西王妃亲自授课？是啊，要是报名就有机会见到皇后和王妃，这是多大的殊荣啊！就单是去看看也值了。糊涂！皇上昏庸，为了一个女人拿当权当儿戏，这天下非得大乱不可。到时候那些报名的人肯定第一个被清算。父亲不让去都是为了你好，往后不许再提此事。知道了。亲自授课又如何？女子抛头露面，成何体统？这不过是皇后笼络人心的说辞，也就你们这些头发长见识短的无知妇人会信，还不赶紧滚去厨房做饭？我马上去。你老老实实待在家，给我相夫教子，去学什么男女平等的歪理？你们女的是力气比老子大，还是赚的比老子多？想要平等，你去找皇后和王妃要啊，看他们会不会真给你弄个官当。哼，滚滚滚，别在这儿碍老子的眼。姓刘的，你当初娶我时说的千好万好，如今又这样作践我，我告诉你，我即便做不了官，也绝不在这里受窝囊气了。走了还得回来。孩子，既然你爹爹看不上咱们，娘亲就带你离开。成婚前我便是方圆10里有名的绣娘，只要勤奋些，不信养不活你。王妃，王府门前有个孕妇晕倒了。孕妇？快跟我一起去看看。你没事吧？小秋，快将她扶起来。王妃，
父真的见到你了。你挺着肚子，赶快起来，有什么话慢慢说。夫人，你快起来吧。王妃，您就让我跪着吧。民妇听说皇后娘娘和2位王妃心系天下百姓，尤其愿意为女子发声。民妇今日是想在王妃这里求一门营生，让我能养活自己和孩子就好。这是小事，你赶紧起来。小秋，夫人，您先起来，有什么话慢慢说，咱们王妃一定会尽力帮你的。谢王妃大恩，他们都不信您和皇后娘娘，但我信，我相信女子会帮助女子。啊，好疼！你把手给我，你这是受了刺激，要早产了。王妃还会给人号脉，这妇人竟然要生了，哟，还不赶紧送回去？要是生在王府门前，多晦气啊！是啊，王妃也怀着身孕呢，这要是被贱民冲撞了，可怎么好？王妃，是民妇来的不是时候，我先回去，不能脏了侯府这地方。你别听他们胡说，你这明显是要急产的，送你回去肯定要生路上。小秋，快将人扶进王府。是。王妃竟然让这妇人进王府生产，这不怕王爷觉得晦气吗？等着瞧吧，过不了多久，那妇人和孩子就得被扔出来，说不准连王妃也要被责罚。我怎么听到孩子在哭？莫非欣然来自异世界，体质特殊，只需3个月便能生产？王爷，您总算回来了。王妃在里头替人接生呢，孩子刚生下来，是个女听。什么？替人接生？这妮子连接生的活也会，也不知道累着没有。走吧，进去瞧瞧。幸好母女平安，吩咐人好好照顾她。是，王妃，王爷在主屋呢，他担心您会累，特地命人熬了鸡汤，您快去尝尝，这里交给我。夫君回来了，那你先守着，等他醒了立刻来叫我。是。夫君抱抱，接生真的太费体力了，急需充电。充电？好吧，又是这种新奇词汇，折腾这么久肯定累了吧？快喝口鸡汤补补。鲜美。对了，那妇人的丈夫还没通知到呢，不过他好像是被撵出来的。她丈夫那里我已经命人去知会了，人应该很快就到。你怎么知道她丈夫是谁？哦，差点忘了，我夫君无所不能。王爷、王妃，那妇人的夫家不肯来，还让人送来了休书。他说是那妇人自己跑来冲撞王爷王妃的，妇人所做的所有事都与他们家无关，那女娃娃她也不会认。你说什么？这狗男人！哼，他这是以为我们会责怪妇人，并且牵连到他啊？这么着急撇清关系，我真有种想捏死人的冲动。不气不气，让他为自己的选择后悔，远比直接捏死他更能诛心。什么意思？听说了吗？王妃今日亲自替一个妇人接生，生下的女婴直接收做了义女，还给在京郊买了个2进院的宅子，方便那妇人坐月子。什么？那王爷不怪罪吗？这就是王爷的提议。王妃如今怀着身孕，王爷说这算是给王妃和王妃肚子里的孩子祈福呢。没想到这世上还有西王爷这样宠妻的男人，真是天下男子的表率啊。说到这个，我还听说了一个消息，皇后娘娘为了培育高产粮食，想在京郊择一片良田亲自种植，结果你猜怎么着？皇上直接命人把后宫西侧推平了，还说反正后宫就皇后娘娘一个人，地方大了也无用，不如推了做试验田，免得皇后娘娘两头跑了。天哪，这是真的吗？那一夫一妻制的诏令，我总担心是皇上一时兴起，过不了多久就会废止。没想到皇上和王爷是真的身体力行的在做表率，还有皇后和王妃，一个为了民生亲自耕作，一个为救妇人亲手接生，就连启王爷也带着启王妃去雁门赈灾了。看来咱们大安真的要变天了。皇后娘娘，好消息！今日一早，女子学堂突然涌入上千人报名，就连世家小姐们都来了。什么情况？皇后和王妃亲自授课的噱头，真能吸引来这么多人？是云溪和弟妹的功劳。渴了吧？喝碗绿豆汤解解暑。谢皇上。他最近怎么回事？下了朝就跑我这献殷勤，跟孔雀开了屏似的。对了，您刚才说今日之事与欣冉他们夫妻有关。不错，前日弟妹在侯府门前偶然救下一名妇人，云溪借由江湖势力
将这些日子你们做的事都散播了出去，短短2日之内便传遍了整个大安。他们管这叫舆论战。没错，舆论战。自古都说为善不彰，但依朕看，将这些善举良策多多扩散，才能带动更多百姓了解真相。茵茵，从前只觉得留住你，便是获得了战无不胜的可能，但眼下我才察觉自己的浅薄。战争能保卫疆土，却给不了百姓安稳富足，而你和2位弟媳的存在，才是大安百姓真正的福气。这夸的我都不会接了。还有，他说话就说话，拉我手做什么？他该不会是真看上我了吧？来，慢慢喝，那边还有。谢谢王妃。放心吧，朝廷不会不管你们的。夫君，带来的粮食还够用吗？还够半月，我已经命人去周围几个城池调粮了，应该很快就到。王爷，不好了！周围几座城池的商人都联合起来哄抬粮价，比咱们预估的贵了5、6倍不止。什么？这群黑心肝的东西，这个时候了还想着发国难财？吩咐下去，不论多少银子，先统统买下来再说。是。等一下，夫君不急。从今日起，除了保障难民的基本需求，雁门内的粮库也不再放粮，先让粮价涨上来再说。王妃这是何意？我懂了，阿瑶，我懂了，立刻照王妃说的去办。是。我的阿瑶真聪明，等雁门粮价一涨上来，不必咱们亲自派人出去买粮，也会有大批粮商自己上赶着把粮食运进雁门。到时咱们找个理由把官道和河道一封，再大开粮仓，让粮价骤降。不错，到时候就看他们是要让粮食烂在库里，还是舍利保本了。带你一起来，这是最正确的决定。那关于这些难民的安置，你可有什么好主意？自然有，那就请夫君在城内划出一片经济开发区，由咱们王府出资，兴建商业街与园林，让这些难民都能有养活自己的饭碗。这样一来，既保障了他们的生活，又免除了暴动的风险。最重要的是，建好的商业街和园林，将来还能成为雁门的重要支柱产业。妙，实在是妙。跟你相比，我从前简直是在胡乱赈灾。好，就照你说的办。云溪和弟妹果然没让朕失望，赈灾之事收效甚好，这以工代政的举措也实在是妙。以工代政，这小阿瑶是学到了番种烟的精髓了。不错，不错。皇上，开发区的主意未必只能安置难民，全国各地都实行，不仅增加岗位，还能促进商业。从前重农抑商是因为粮食不够吃，需要百姓们将大部分精力用于耕种作物，但往后不会了。杂交水稻一旦培育成功，同样的土地面积，粮食产量能成倍增长，自然也就不需要再抑制商业发展了。是这么个理。来，这水稻要怎么种？朕陪你一起。你不得不说，他确实是个明君，有良策他是真听，也从不觉得自己高高在上，十分认可男女平等。这么稀奇的物种，穆家竟然有3个，还全被我们仨预定了。不对，我在欢喜些什么？不是说好只利用他的权利吗？茵茵，你看我挖的坑够不够深了？你这也太深了吧，都够把我整个人种进去了。你流汗了。那你帮我擦擦。好。茵茵，我喜欢你。他这是在表白吗？茵茵，我说我喜欢你。知道了。该死的，我在害羞什么啊？又不是没被男人表白过。皇上，皇后娘娘，什么事？你最好真有什么大事发生，否则收到西王爷的探子来报，您2叔3叔正与敌国勾结，试图劫狱。劫狱？劫的谁的狱？他们想扶持文殊公主做女帝，条件是事成之后，由文殊公主割让大安1/3的土地给大齐和大楚瓜分。什么？这个文殊在狱里还不死心？皇上，我改主意了。原本觉得都是老乡，不想赶尽杀绝，但他既然贼心不死，不顾百姓安危与敌国勾结，想靠割地谋夺帝位，那便不必留了。有魄力。不过大齐大楚是手下败将，2叔3叔更是草包，掀不起浪来。
你放心，我会与云溪商议，明日女学开课，你全心顾好那边就好。你是明君，又骁勇善战，我信你。若是真要打仗，或许我还要多做些火铳出来帮他。玉不琢不成器，人不奏不知句。大哥，这都是你从前太过手下留情惹下的祸端，现在怎么破？茵茵打算建经济开发区，你觉得大楚和大齐怎么样？大哥，你认真的？开个玩笑，与其靠着战火硝烟来兼并别国领土，倒不如努力发展经济。毕竟百姓要的从来就只是安稳富足的生活，这是我在你大嫂身上学到的道理。所以呢，吩咐你的人露个缺口出来，他们不是想劫狱吗？让他们劫。明白。皇后和王妃来了，民女参见皇后娘娘，参见西王妃。都坐下吧。娘娘，您站着，我们坐下。自然，你们是来学习的，更多的体力要用在思考问题上，而不是用来保持战力。都坐下吧。是。你们应该都看到门前的告示了吧？回西王妃都看到了。回答问题直接说答案就好，不必用敬语，否则你一人耽误1分钟，全班同学就得耽误40-50分钟，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这就对了。国学、历史、识字、算术这些课程都作为必修课程，每个人都要学习。但我和皇后娘娘还准备了一些其他课程，也就是选修课。大家今日之内可按照自己的兴趣挑选。皇后娘娘，我想选农业科学。为什么？农业科学可是4门课中最苦的一门学科。皇后娘娘都不怕苦，我们自然也不怕。而且我十分擅长种地，在我们村里没有谁家的粮食长势有我种的好。不错，懂得挑选自己擅长的事做。你们也都要像他一样，挑选自己感兴趣或者喜欢的学科，如此才能坚持不懈，学有所成。我更希望你们能发挥主观能动性，将来创造出比现有的学科知识更厉害的东西来，如此才能国家繁荣，百姓富足。学生们记住了。皇后娘娘，西王妃，郭神医来了，奴婢已经将她引去了教务室。郭神医，他来做什么？似乎是夫君让他来的，来当老师。郭神医能被尊称为神医，想必医术是不错的。也好，有他加入，正好中西医结合，说不准能起到更好的效果。我也这样想的。我明早第1堂课，先去准备了。今日先讲到这里，下课吧。王妃，民妇有一事禀报。何事？民妇从前日日刺绣，得了眼疾，有些看不清，民妇可不可以坐前面一些？眼疾？这是近视了吧？什么样的眼疾？让老夫给你瞧瞧。这郭神医怎么总是喜欢听讲讲？算了，先让他看看吧。这位是郭神医，让他先给你看看。是，有劳郭神医了。你们也都跟着看看。女子常年刺绣，容易落下眼疾，若是能想办法治疗或者弥补，也算是医学或者科学的一大进步。是。他这眼疾有些严重，只能靠针灸缓解一些。你先坐到前面来，往后每日到老夫药堂里扎针，半年左右或许能好转一些。从前是听说针灸可以治疗近视，但过程十分缓慢，能降低的度数也有限。看样子还是得跟茵姐商量商量，看有没有可能造出眼镜。要烧制玻璃并不难，材料也还算寻常，只是烧制温度我有些记不清了，毕竟我也不是学这个的。正好科学课上带他们研究研究，说不准真能弄出来。那这事儿就交给茵姐了。对了，阿瑶他们还有多久回来？刚收到传信，赈灾的事算是基本结束了，但是2人准备在沿途开加盟店，会耽误一些时间。女学这边，慕云端已经派了几个户部的官员暂时顶上，教些基础的没问题。那就好。欣然，你知不知道文书的事？他们打算怎么处理？听慕云熙提过一嘴，但这段时间太忙，也没空过问。今晚我回去问问看。文书已经被劫走了。你说什么？你们的手下不是很厉害吗？怎么会被劫走？我这女学才刚办起来，该不会又要打战了吧？你先别着急，人是我们故意放走的。故意放走？为什么？难道有什么引蛇出山的计划？
我的欣冉最聪明了，大哥的意思是不想打战了，所以我们决定智取。怎么个智取法？明天一早你就知道了。干嘛要等到明天？我等不及了，你告诉我嘛，不然我睡不着。真想知道。必须知道。那看你表现。王爷、王妃，人都抓到了，一个不少。抓到了就好。欣冉，想不想去见见你的老熟人？文书吗？是他和他的同伙又被你抓回来了。可是你们闹这一出究竟是为什么？听为夫细细道来。原来是这样，亏你们想得出来。那最重要的一步就让我来吧。正有此意，走吧，去会会他。秦欣冉，你终于肯来见我了。没办法，日子过得太好，来看点惨的，调节调节。先别发火嘛，咱们也是老熟人了，干嘛一见面就剑拔弩张？怎么样，羡慕吗？我们3个不仅嫁给了如意郎君，还当上了皇后和王妃，而你沦为了阶下囚。听说你昨天还想逃跑，可惜又给抓回来了，真惨呀！风水轮流转，你要么现在就杀了我，否则等我出去了，一定将你们千刀万剐，再送去喂狗。还想着出去呢？不是我看不起你，就你这脑子，即便真让你顺利出去，靠着通敌买过当上女帝，那也只有给大齐和大楚当傀儡的份儿，说不准很快又要破国，被人蚕食得干干净净。除非什么？你当我傻呀？我为什么要告诉你？你是不敢吗？难不成你还真怕我会跑出去？谁说我怕了？行吧，反正你这辈子都得被关在这暗无天日的地牢里了，我就勉为其难教教你。我要是你，在收到合作邀请的第一时间，就分别跟大齐和大楚的皇子提出联姻，有姻亲关系在，他们自然会更加重视你。将来等你登上帝位，你们可就是一家人了，他们自然不会再觊觎你的国土，说不准你还能靠着与他们通商往来，把国家治理得更加强盛。唉，可惜呀，你是个蠢货，根本想不到这一层。对哦，我怎么没想到？就像这次，我如果和他们结了姻亲，他们肯定不会只派那么点人来劫狱，说不准我早跑出去了。秦欣冉，你果然诡计多端，可惜我怕是再也出不去了。吃饭了。又是这些东西，喂狗呢？公主，这都是囚犯们的统一标准，我也实在是没办法。我从前在宫中当值，一直仰慕公主，如今看您这样，也是于心不忍。但狱里有狱里规矩，还请公主见谅。等一下，你还肯叫我公主？你说你仰慕我？是，公主姿容绝艳，这世上没有一个男人会不仰慕公主。你说真的？千真万确。公主，要不这样吧，明日我想办法给你弄个鸡腿来，你吃点补补身子，总好过日日馒头青菜。不必了，本公主没那胃口。不过你既说你仰慕于我，可愿为我做件事？瞧你，我还没说是呢，你脸红什么？事成之后，本公主可许你一夜之欢。真的？你说呢？信拿到了吗？拿到了。不出咱们所料，他在信里提出了联姻之事，为了表现诚意，还答应多割让3座城池，前提是要联姻的皇子亲自带兵来解救他，谁先到，他就嫁给谁。还懂得让鹬蚌相争，他渔翁得利，有进步呀。这亲笔信拿到了，你们接下来打算怎么做？自然是按照他的意思，把这2封信分别送去大齐和大楚，相信过不了多久，他们就会上钩。那大哥觉得他们会派哪位皇子来？大安无论从经济实力还是国土面积上看，都要比大齐和大楚强盛，所以我猜测来的不是太子，也会是除了太子以外最有可能竞争楚位的人。毕竟大安这块饼实在太有吸引力了。那他们不会生疑吗？要是他们不中计怎么办？要是只有其中一个国家，他们确实可能不来，但这不是有竞争对手吗？他们不会放任这么大块饼落到对方手上，不是吗？这还真是环环相扣，算无一策啊。所以文书之所以会这样写，不是他突然变聪明了，而是他们派去那人故意引导文书写的。他真的好聪明，好耀眼，耀眼到足以撬动我这颗从不敢期盼爱情的心。
总算把这夫妻俩送走了。茵茵，你也早点休息，我先走了。你等一下，先别走。是还有什么事吗？你先进屋，我有话想对你说。你还有什么治国妙计吗？大胆说出来，我一定照办。我让阁下把皇位给我，你也照办吗？以你的智慧与格局，这皇位你做得。皇位这东西，你白给我都不要。每日与大臣周旋，看那些看不完的折子，想想都累。但我觉得，我们若是携手，各自发挥所长，这天下一定会大不一样。慕云端，你够聪明，够睿智，恰好我也是。我向来觉得爱情与事业不可兼得，但不知道为什么，还是想跟你试试。茵茵，你的意思是？你先别激动，3个月的考察期，若是不行，我会随时抽身离开。好，茵茵，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。这是奖励，是你作为明君的奖励。这不够。茵姐，这还没上课呢，你怎么就腰疼了？我今早不小心磕了一下。怎么这么不小心？不对，你脸红什么？茵姐，你有事瞒我，快说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你问那么多做什么？马上上课了，我先走一步。奇怪，他跑什么呀？师傅，您要不直接进来旁听，老站外面也不是个事儿呀。毕竟您自己也上1天课了，不累吗？老夫不累，不在这里盯着，我怕你误人子弟。这老头是被我讲的现代医学吸引住了吧？还说什么怕我误人子徒，不愧是师徒，跟慕云熙一样嘴硬。师傅，您还是坐下吧，我给您搬凳子，站在外面也听不清。再说夫君要是知道，该怪我虐待您了。行吧，那我吃东西没关系吧？只要别影响其他同学，吃就吃吧。这老头还真可爱。小丫头，要不要来一口？我这个人最不喜欢吃独食。不必了。怕什么？有我在，那小妮子不敢怪罪你们。真的吗？那我尝一个。师傅，您不是说了不影响课堂纪律吗？他怎么了？完了，像是被你吓得卡实了，快赶紧给他拍拍。拍哪儿拍得出来？我怀着身孕不便操作，来个力气大的，就你了，从后面抱住他。抱住他肚子，左手握拳放到他肚脐往上2指的位置，右手包住拳头，向上向后冲击，每组5下，赶快！1、2、3、4、5，出来了，太好了！谢过王妃救命之恩。这就好了。今日这本来是理论课，倒上成实操课了。不过也好，海姆立克急救法挺重要的，早晚都得教会他们。好了，今日就先到这里吧。恭送王妃。师傅，一起走吗？你先走吧，老夫一会儿再走。我得赶紧找个人实验一下，这法子太妙了。看来这丫头是真有本事的，从前倒是我小看她了。你们2个怎么都来了？来接你们呀。怎么样，累不累？还好。走吧，马车在那边。怎么回事？夫君，我是见鬼了吗？他搂着茵姐，茵姐竟然也不拒绝。是啊，这俩人什么时候这么亲密的？我想起来了，难怪茵姐腰疼呢。从前以为大哥在凤仪宫留宿，他们肯定发生了什么，后来才知道人家只是单纯的聊天，聊了一晚上。不过现在嘛，这2人肯定不单纯了。你这小狐狸又磕上了？难道咱们自己不好磕吗？你学新鲜词汇学得还挺快嘛，那我再教你一个。哦，什么 ？CP。我宣布，我现在是他们俩的头号 CP 粉了。快去看，前面新开的奶茶店和火锅店店员打起来了。什么？打架我爱看，在哪儿呢？就在前面那条街。走，咱们也去看看。真打起来了！真打起来了！还我票票拳！
降龙18掌，九阴白骨爪，排山渡海。这怎么回事啊？花拳绣腿的，还以为真打起来了。他们戴这个头套好可爱，脑袋上顶个锅子，也是够离谱的。这叫火锅，今天新开业呢，听说特别好吃。那另外一个呢？这个我知道，叫奶茶，超级好喝，还能加冰呢。这大夏天喝起来别提多爽了。当真？那这贵不贵啊？不贵不贵，老板说开业大酬宾，买1送1。真的吗？那得去尝尝，快走快走。我不爱吃甜的，咱们去尝尝火锅吧，看着就想流口水。行，今天是你生辰，带你去尝尝。这波营销手段做得挺溜啊，我都有点佩服我自己了。我们家阿瑶最棒了。夫君，沿途的加盟店都开得差不多了，咱们什么时候回去？明日吧，明日一早就启程。好。英姐，你这是又在研究啥呢？易遥，你俩终于舍得回来了。刚做好的眼镜怎么样？可惜镜框暂时只能用木质的。英姐，你也太厉害了吧，连眼镜也能做出来。这不算什么，我的学生们已经开始用玻璃制作各种不同的道具和器皿了。他们真的很聪明，一点就通，还特别努力，提倡男女平等。其实不仅仅只是让女性站起来了，更是让这个世界多了一倍有用的头脑。我相信，不久的将来，大安一定会迎来飞跃式发展。阿瑶，正好你帮我把这副眼镜带出宫。这是特意按照欣冉的一个学生的近视数配出来的，让欣冉明天带去他的学生试试。好，这事儿交给我。能看清了，真的好清楚。王妃，谢谢王妃。不必谢我，这是皇后娘娘亲手给你做的，算是给你医馆开的这么成功的奖励吧。真这么神奇？快给老夫戴戴看。头有点晕。师傅，您都该戴老花镜了，这个不适合您。不适合我？那什么样的适合我？教室里有视力表，您可以自己去测测。这老头一把年纪了还能这么活泼，挺难得的。大楚的三皇子和大齐的太子已经抵达京城了，今夜就是收网的时候。你们是要把他们捉住，然后威胁大楚和大齐？这是他们一早就想好的主意。这个给你们，知道你们武艺高强，但拿上这个，更能无往而不利。谢谢大嫂。好了，万事小心，等你们回来。出来吧，大楚三皇子，别动。秦欣冉，你又来做什么？你不是写信去跟大楚和大秦联姻了吗？事有一场，我今天特意帮你把联姻对象送来。什么意思啊？你该不会到现在还蒙在鼓里，做着那些王子拯救公主的春秋大梦吧？哼，不知道该说你单纯还是愚蠢。罢了，现在我把人给你送来了，要联姻就在大牢里联吧。来人，把人带进来，和他关到一起。是。所以你们抓了大楚和大齐的皇子，秦欣冉，你是故意的，你怎么敢？我为何不敢？他们身陷牢狱，恨的只会是你。好好享受吧，今夜就算是你们的新婚之夜了。文书，就是你叫我们骗来的吧？老子弄死你！还真吵，走吧，事情还多着呢，没工夫看他们狗咬狗。大楚和大齐都送来了和谈书，诸位大臣觉得该如何处置？大楚和大齐狼子野心，如今也算是自食恶果。皇上英明神武，能想出这样智取的法子，实乃大安之福啊！行了，拍马屁的话便不必说了。先前颁布那些诏令，你们没少骂朕昏君吧？微臣不敢。无论敢与不敢，事情都已经翻篇儿。大安也确实在朕和皇后的治理之下越发生机勃勃，你们认还是不认？皇上皇后英明，臣等叹服。如此便好。朕立志做个明君，也希望诸位大臣能立志做个贤臣。只要你们真正做到利国利民，
将来朕一定会在史书上为你们重重记上一笔，让你们的名字流芳千古。臣等愿肝脑涂地，在所不辞。好了，都退下吧，马上要科考了，相应各部好好准备。是。科举终于放榜了，怎么样？有多少女子高中？哪儿那么容易？她们接受教育太晚了，上百名高重的举子中，也就3位女子中选，名次也都靠后。不过没关系，对于这个结果，我已经很满意了。咱们慢慢来。更何况，除了科举这一条路，这3个月以来，女子们在商业、医疗和农业方面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。是啊，我的加盟店多了好多女店主，因为足够细心，服务又做得好，业绩普遍比男店主们还要好。我还听说京城最近开了许多女子医馆，专看妇科杂症，还有专门的产科和产后护理，冉姐生产时也不用再有顾虑了。6个月了，我都有点期待她的到来了。皇后娘娘，宫外的百姓们闹起来了。百姓闹起来了？为什么？说是看到今日放榜，有女子因为新技术中选，男子们有些不乐意了。他们质问朝廷，既然提倡男女平等，为什么那些新式技术只允许女子去学？他们不服气，让朝廷给个说法呢。欣然，还记得你问过我，为什么不第一时间就将学科全面开放，让所有人都学吗？记得，原来英姐的伏笔埋在这里了。其实这些日子你和大哥颁布了那么多诏令，男人们早就愤愤不平了。要不是慕云熙手底下的江湖势力暗中控制舆论，只怕他们早就要造反了。眼下这样迂回一下，他们接受度也变高了。既然百姓们都呼吁男女平等，那咱们就给他们平等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即日起废除女学，在大安全境兴建义务教育学堂，便招天下适龄男女入学，享同等教育资源。愿天下万民共同为大安之崛起而读书。太好了，咱们也可以学那些新知识了。你们不知道，我小妹前2日靠着玻璃做的窗户，拿到了皇后娘娘亲自颁发的证书和奖金，回到家那叫一个得意，都快骑我头上了。现在咱们男人也可以入学了，我一定要立志超越她。奖金？什么奖金？你还不知道呢。皇后娘娘设置了几10项大安奖学金，只要研究出对百姓有用的东西，都能得到奖励。而且启王爷还设立了大安助学金，让贫困学子也能接受教育。这是真的？我一个大男人，怎么突然有点想哭？之前皇上颁布那些诏令时，我还偷偷骂他昏君，现在想想真该打。云端，看样子他们是真的接纳了新的规则，往后一切都会越来越好。茵茵，所以我的考验通过了吗？3个月的考验过了，再来个5年计划吧。5年计划？我是说大安的5年计划，是时候给大臣们上强度了。军令状我已经替他们写好了，要如何建设大安，由他们自己决定。好。想什么？怎么不过去玩？大哥，你说阿瑶她是不是不喜欢我？为什么这样问？二哥都要有孩子了，你跟大嫂也住到了一起，阿瑶还是跟我分床睡。这些日子我已经很努力在让她仰慕我了。唉，我发明了很多小玩意儿，她每次拿到都很开心，可她……这你可问错人了。他们3个脾气秉性都不同，与他们相处自然也要用不同的方式。阿瑶性子单纯，你要有点耐心。耐心？好吧，我知道了。你们看，他们兄弟俩在聊什么呢？云起在跟大哥诉苦，说阿瑶不跟他睡一张床呢。刚烤好，尝尝看。啊，你俩还分床睡呢？我也不是故意的，谁让他新婚之夜把我当汗血宝马的？我一开始就是赌气，想故意逗他，没想到这傻子真听我的话，让人弄来了2张单人床。他既然愿意睡，那就让他睡个够呗。原来是这样。